Hello， 鼓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我是洪浩，在雀谷中饰演谢佳瑜，在雀谷中饰演肖无一，还有我们小猫钓鱼哈。在你们是雀谷的真瓜主，然后给大家认证或者辟谣一下以下真假料。第一个料是雀谷的尺度都上在侯明昊身上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替我回答吧。真的，就是你有那个脱衣服的戏，然后还有抱住他那个戏嘛，都很出圈，你有看到吗？我抱他出圈吗？哦，我知道。哇，你们都已经脑补到那个剧情了。不是脑补啊，我知道他只有那个看，但是他具体的剧情还没有呢嘛。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期待一下那场戏。那场戏其实还是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那个表演的部分，你觉得呢？这两个人情感上，对，这场戏属于当下两个角色的情感最爆发的一个点。第二个是艾米不好意思问导演的细节，都会去问侯明昊，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对，这个是真的。哦，我们有场戏是表白的戏，就是他先表了个戳他手的这种动作，就是一些这种小戏，就是那种很少女的感觉。对，他还会知道你这个？我知道你少女的感觉，不是通过这个小动作体现出来了少女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也不懂，我说实话，但是小艾米老师更不懂，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他这个是就老师也是肯定也是这个没有情感的经验嘛，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对于这种小细节，其实需要两个人还是现场就是偶尔还需要沟通一下，或者说是你怎么想的，或者说他可能想的情绪是什么，但是呢，那怎么去把它外化出来，怎么能够让观众看到？所以可能两个人会对这个小的细节进行一个探讨。他其实内心底里对肖玉的那个情感，其实已经早就埋下了那个种子。然后，所以他收到这个消息，其实他是内心是感动的，是的，其实内心也有一点就是小慌乱，然后不知道该怎么答的那种。对，所以他不能够直接答应我，他要给一个比较有一些反馈，但是又比较模棱两可的一些回应，让我觉得让大家觉得这段情感关系好像是在递进。艾米有没有觉得侯明昊很有当导演的那种潜质？对呀，他本来就想当导演，你知道吗？我知道。哎，我跟他说无数次，我说以后我当导演，我说我请他演女主。给他什么剧本呀？什么人设呀？你想要啥，我给你写啥。能演个一遍就是有成长路线的那种。好，那前期恶女，后期恶女。行。然后还有侯明昊设计了很多现挂为肖无一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不能算现挂，它就是我觉得它属于角色中的一种二度创作。这个创作其实很难，就是在剧本中体现。比如说像第一集，就是我想要跪在这个成龙面前，而不是真的被这个敌军杀死，然后躺在地上。像这种其实剧本很难描述那么细节，这都是在现场上可能看到那个环境就油然而发的。我觉得当下不能够，即便是死也要是跪着死。对，一是就是无愧于自己内心，二呢可能也是对于自己守护这座城楼最终的这种信念。比如说我记得对前两天看到一个剧情，就是我那个比如说像吃那种山楂糕，剧本只是浅品尝了一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怎么表现，就是其实肖一就是对于他的情感，包括对于前妻对他那种喜欢，是有一些就是自己内心底那种隐隐的感觉，但他并不是，他不清楚自己喜欢上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肢体已经表达出来他喜欢上了谢佳瑜。那如何表现？那就是我可能吃山楂糕吃挺甜的，然后他突然醒了，我就把那个那个也是你设计的。对，那个是设计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很符合他当下对他那种情感，就是觉得好像在这段情感中好像有一些甜蜜的状态，但是当他醒来，他要一是选择回避，二呢其实这个东西他即便吞进去，他也不希望给别人，就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偏少年，或者说是对于这种情感一些青涩的一些体现，我觉得还是挺像肖玉当时的那种对于他的那种情况。下一个是说 Monkey 对艾米有争议，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刷到他什么搞笑的 cut 了吗？我刷他很胖，是很胖，他头比我要大，他是一个比例不太协调的一只狗，他那个头跟身子的比，头身比是1:2，就3个头凑了一个身子，跟身子是几乎是一样大。就是之前艾米采访说，现场都是哥哥曼妙的歌声嘛，侯明昊的随地大小唱有没有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他有一次唱那个，就是当时老唱的是什么慢冷，他一在现场哼，然后呢，所有人都是听完他哼了之后都会就是各自默默的唱了起来，然后大家会说哇，这个歌简直太洗脑了，就是那种感觉。真的。你知道一般你说了这种话，下一句他会说什么吗？他会让你唱2句。那你唱2句吧。我
Hello， 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洪明浩。哎呀，下午一哈。萧无息，靖安王府上下府兵听令，全城搜捕谢家瑜。诸位，你们来晚了一步。大乱之时，君子或是落寞无闻，或是折戟沉沙，而我要做的是执刀之人。健康的阳光可真暖和呀，血流到现在都还是暖的。殿下可知酋长员的血有多冷？若你肯交出兵权，我恕你无罪。如果我说不呢？站在观众视角来看的话，你会是夏威夷的什么粉？首先是事业粉，我也是夏威夷的脑残粉，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夏威夷的一切行为，不管是他对于家国大业的情怀，还是他在朝堂纷争里的据理力争，还是他对于情感观前期的守护以及后期的奋不顾身，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我觉得在我看来，在我洪耀看来，我都是非常能够共情理解的，所以我要称他的脑残粉。那你有看到大家说都成为了你的骑马粉吗？骑马粉就是这个。就有一场戏，就是你抱着爱女上马演了一出强制爱好那块，那是你的现挂吗？那场戏把他背上马之后，然后转头跟那个他的那个家人，就跟谢太傅点个头，那个是自己设计的。背上谢家玉上马呢，其实是一个看似就是有一些霸道总裁的那种戏份在的，然后但是他其实怎么说呢，他还是面上还是比较给予对方尊重的。但是这个不属于现挂，要说现挂，我想想，就是那个雨天，哦，我知道收雨天皮革那场，对，收皮革。我在想，毕竟是这个古装言情嘛，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可能观众特别喜欢看的一些桥段。这个突然出现去守护女主，但是我更想希望这个桥段它可以更加的写实一点。不然我突然把它背起来，你说那个雨下也挺大，那可不是他那个脸，那个脸是着着那个雨。然后我当时就想，那要不就是我们加一个这个，首先他皮革压倒的时候是护了一下那个皮革，对，体现就是我很珍惜他的作品。另外一方面，那为什么要去背他呢？他下着雨，那我不如帮他挡着那个雨。那要不就是可能在雨中，他的鞋可能不小心滑落了，滑倒了。这个也是你的范啊，对，不然我背他就是有点不符合契机，就是让他更加合理。你觉得哪两个 BGM 分别是跟谢家瑜和夏威夷前期和后期的感情线？有一首歌也突然想到的，我觉得《洋葱》特别符合夏威夷前期对于谢家瑜的情感。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配角戏，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就是这个很符合他的那个情绪，他想要成就谢家瑜的情感，他想要成就谢家瑜的人生，而不是想要自己成为谢家瑜人生的主角。相比较来讲的话，他更愿意当那个配角，然后让谢家瑜找到属于他的世界，不光是情感，还有他的事业，他的一切，他都希望谢家瑜是自由的，可以大胆的追梦，追求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包括后面，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这个就是可能很符合夏威夷前期那种属于少年将军那份内心的小小的秘密，还有一些少年的情愫。对，就他虽然很想要成就对方，但是呢，他内心那个小火苗一直在燃烧。那他就像洋葱，就是如果你一点点剥开他内心，你会发现这段情感他压抑了很久。快别压抑了，赶紧又争又抢吧！马上就又争又抢了，马上就到了大家最喜欢的环节。我从守护他到宣誓主权，然后他从一开始想要守护谢家瑜，直到发现权力好像他更需要，好像谢家瑜在他眼中并没有他想象那么重要，就两个人对人的情感都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大家都很好奇，夏威夷到底什么时候爱上了谢家瑜？这就到了下一首歌。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虽说可能现在有争有抢了，但是哪怕这个结局是夏威夷不能接受的，或者说哪怕谢家瑜没有选择夏威夷，但是对于夏威夷来讲，他会守护他一辈子。你知道大家发现那个细节走的时候，第11集开始，你持剑的那个脸露出来，大家说你血肉之躯里面长出了软肋嘛？就是这个分析是对的吗？对，非常非常对。那肯定谢家瑜一定是夏威夷的软肋啊。其实回头可以理解成，我回头再看望谢家瑜，因为身后多了一个支持他的人。曾经他身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有他自己。其实夏威夷一直是一个孤军奋战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身后有一个人。私下和妹妹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偶尔挺对抗过的，然后偶尔又就是我觉得就大家老说那种哥妹感吧，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它就是存在我们平时拍戏。Hello，
虎场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在雀谷中饰演谢佳瑜。小娘子贵姓啊？关你屁事！我来救你了。不好意思啊，打歪了。谢佳瑜，能不能玩点新鲜的？你当我是青龙啊？这么美的地方，这么美的地方，当然最适合杀人了。爱要不要？不要把我自己没长手啊！别我，别演，还可以吧？还演。谢佳瑜和肖无一穿到现代的话，他们会是什么人设关系啊？那肖无一有点像霸总，然后谢佳瑜就是非常有商业头脑、非常有智慧的那种千金大小姐，就是靠自己打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的那种。然后两个人就强强联手的感觉。那期待你们两个合作一部现代戏。期待，必须期待呀！你和小红是纯正的哥妹而已，然后有没有哪一刻让你感叹到不愧是哥哥？其实他每次在片场设计出来一些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真的会感慨不愧是哥哥的那种感觉。我感觉他会就是不只是让肖无一这个角色更加鲜活，也会让佳瑜身上多出来一些可能独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一些小动作啊之类的。但是他不只想着他自己的人设要好，他也会帮别人去着想这种，所以我就感觉不愧是哥哥，就想得非常全面，很周到啊。当时在后面的时候，两个人确定了在一起之后，有一个就是喂药，就有点算是在装病，就是有点那种的感觉。然后也是让我去，比如说，可能去安抚一下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填空哈，第一个谢佳瑜会因为什么跟肖无一撒娇？偷偷干坏事的时候，干坏事被发现，哎呀，就是那种然后肖无一5秒就原谅了你啊，我觉得是的。那艾米会因为什么跟侯明昊撒娇？可能问题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会就是哎，帮我说一下，你帮我那个什么一下，可能会撒娇吧。还有比如什么歌唱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唱的时候，啊对哥哥帮你吗？啊是，就是亲儿有听到，包括也在屏幕里面也有听到过，就是非常的一样，就完全挑不出来任何毛病，我感觉。他问出来，他说他可以成为你的歌迷，成为我的歌迷，我已经是他的歌迷了。你私下好像他偷偷请教过吗？有，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有问他，说能不能教我唱歌。然后真的在现场教学了起来，就这样。但是学了点皮毛，因为还要拍戏嘛，就是中间的时候啊，哼两嘴，他说你发音的时候，但是他很轻松，因为他唱高音的时候他很轻松，他会说他唱的时候其实他也没咋使劲儿，但对于我来说就上不去了，就那种感觉。看到这里面有很多那种扛爆的戏份，ASMR是就是他力量还真的挺强大的，因为毕竟又穿着那么厚的古装，然后还有各种头饰，感觉加起来就有2斤重，也能把我抱起来，很有安全感是吧？对。那你觉得以下派的哪个是配侯明昊啊？第一个温柔苏指的是就鼓到了你，鼓捣。就我觉得是他可能侃侃而谈的样子吧，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展开的时候有那种，我可能比较偏向于智性恋，对，就是很高智可能那种感觉。就是他每次来到现场，可能跟大家说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挺素。第二个蒙眼乖啊，应该挺适合他的，我感觉。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萌萌的吗？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就是首先戏是比较沉重的，然后他演戏的时候，他好像会没压眼，就是压个眼，因为他平常放松的时候眼就是多大一个，但是少一那是我们两个人演的时候也是那种很小苦瓜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比较这样沉稳一点。那就是最近收到了北电录取的好消息嘛，然后当初为什么选择北电呀？当时因为就是肯定是想往好的方向努力嘛，然后北电也是很。其实是因为当时在拍戏，然后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一些别的院校。本来说想先考一个什么，然后去考北电，但是最后因为没有时间，时间太赶巴了，就准备校考就那么1天，然后你可能就那么1天的假期，所以说就这样很有缘分，我感觉跟北电就正好所有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所以正好就去报考了北电。那你怎么看待大家说想狠狠的接你的事业运？行吧，那分给大家吗？还是这事业运怎么说呢？就是我一直相信努力就会有结果啊，就像是那句话说，当你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努力就好了。而如果说你真的是拼命的去努力了，那么这件事情最后结果也不会太差。那就是最近的功夫女足也在热映嘛，然后就是你跟花花姐和小斐姐一起合作下来的感受如何？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好。我有一场戏是因为小斐姐要做一个那种踢腿的一个动作嘛，然后我是负责去辅助的。就小斐姐姐在现场。他做这个动作，他会一直去不断的去要求自己，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会问导演说：“哎，我这样可以吗？或者我那样可以吗？”然后包括这个腿踢的，就是够不够像就是足球队员的这种感觉，就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是对演戏的热爱，加上对自己的高标准、高要求。那大家都动物塑你为那个波斯猫吗？你有看到过这个动物塑吗？没有，就是大家好奇你是有混血吗？
哦，没有，我是纯汉族人，对，没有混血。就看到大家都刷到你小时候的视频，觉得你好可爱啊！看到大家考古你小时候的视频，内心 OS 是什么？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就是能被大家挖到那么小时候的照片。哎，但是我可以在这儿澄清一下吗？就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有个综艺，就是当时会有说很多话嘛，但其实有一些是有一些台本儿就是在那儿的，就是因为小孩就会告诉我们，就是可能要去怎么说，然后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吐槽的一些东西。那接下来给你看几个艺人朋友们小时候的视频，让你来猜一下是谁呢？这是杨幂老师吗？你有刷到过他这个片段吗？没有，但是我刷到过他小时候，真的很可爱。哦，关晓彤老师，全给你猜出来了。赵今麦老师，你是看过他的《巴拉小魔仙》吗？没有，那你怎么看出来？没有，就很像他，感觉大家都是跟长大一样。哦，这还是他，就是一看着很像，我感觉。第一个是谁呀？我不知道。他是个男团成员，你跟他合作过电影？敖子叶、哦，不是，丁程鑫。对啊，这个谁啊？他名字是2个字。陈磊。你为什么会觉得是陈磊呢？因为2个字嘛。哦，不是，然后不是陈磊哥哥哈，就是他最近在拍一档旅游综艺。邓为老师。对，这是他称赞科。这个我能看出来，我能看出来这个。这是我师兄敖瑞鹏老师，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他这个造型就是个白发造型，我有看到过。对，你有跟他一起搞过抽象吗？有。那我觉得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大家都有点抽象，就是这个基因在身上的感觉，所以一块就是一拍即合啊，就这样感觉。跟他一起合作是不是特别好玩啊？是。第3个是你，也是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名场面，你们俩创造了。易烊千玺。啊，这个是他吗？对，是《长安十二时辰》，好像是。天哪！因为我对他印象就是一直可能是那种比较现代一点的，所以对不太知道他古装。哦，这个是谁啊？认不出来了。你跟他拍过现代戏，他很高，然后他很出色。林一。怎么提到他这么开心？是因为最近他的搞笑事迹被你刷到了吗？哦，对，我前段时间刷到过他那个吃玉米的那个，就很搞笑，我刷到了。对，跟他合作确实很有趣，他也是很抽象的人。就其实有点像。这个你要是猜不出来，可人家又要吃醋生气了哈。侯明昊老师。对，蒙眼那场戏吧，应该是。我当时拍完这场戏，就是感觉他那个意气风发的那个影子，就是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因为拍完那场戏之后，那其实也是9月份差不多那会儿拍的，已经快是到往后了嘛。但是越往后，其实2个人就是也会经历一些比较就很困难、很苦的时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那个，就像我跑过来的那个画面，就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就那种感觉，就那个印象会比较深刻。